大家好，我是张明远，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您这会儿正拿着手机看我的视频吧？您不妨低头瞧瞧，您手机屏幕上方是不是有个不太起眼的小黑点？对，就是那个前置摄像头。您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心里想过，这会儿它是不是正对着我呢？您可能会觉得我这话说的夸张，手机屏幕是暗的，我又没打开照相功能，它怎么能看到我呢？如果您真这么想，那我可得提醒您，这个想法可能让您忽略了潜在的风险。今天张明远要跟您聊的就是一个关乎咱们每个人手机使用安全的重要话题，它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不安，但却实实在在关系到咱们的个人信息是否得到了妥善保护。在开始之前，我想请您帮个小忙，动动您的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或者在评论区里敲上安心生活4个字。如果您是头一回刷到我，觉得咱岁月安心站讲的内容实在有用，别忘了点个关注。咱们这个频道没别的，就是希望用咱们都能听懂的话，把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问题，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您说清楚，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明白、更踏实。好了，话不多说，咱们进入正题。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有点奇怪的事儿？比方说，您刚在饭桌上跟家人念叨了一句，这酱油快没了，得买瓶新的，听说那个某某牌的味挺鲜。结果呢，您饭后闲着没事打开手机，刷会儿新闻或者逛一下购物软件，嘿，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首页上给您推荐的可能就是您提到的那个牌子的酱油。再举个例子，您和邻居在楼下聊天，说起最近腰不太舒服，想找个合适的膏药贴贴，您从头到尾都没在手机上搜索过腰疼、膏药这些词，可等您回家拿起手机，各种膏药信息、理疗产品推荐就跟约好了似的，陆续出现了。一次两次，您或许会觉得哎呀真巧，或者感叹这手机真方便，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可要是3番5次，回回都这么凑巧，您心里会不会开始琢磨，这还能全是巧合吗？我告诉您，这不一定全是巧合，也不一定是手机能猜透您的心思，这背后很可能涉及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您的手机在某些设计不合理的软件看来，可能不止个工具，它还承载着一些额外的功能。这个功能虽然不直接显现，但它可能在您不知情的时候进行某些操作。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说到底，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或广告。咱们现在都讲大数据，讲个性化推荐，可您知道这些个性化的信息从哪儿来的吗？一部分就来自对咱们日常使用习惯的分析。您随口说的一句话，如果被某些软件捕捉到，就可能分析出您潜在的需求，然后相关的信息就可能被推送给您。这过程如果规范操作，征得用户同意，可以是一种便捷服务，但如果未经明确允许，就容易让人感到隐私被触及。这还不算，有些不规范的软件或者存在安全风险的来源，目的可能不仅仅是推荐信息，他们可能通过非正常调用前置摄像头获取您的生活画面。您想想，咱们在家里穿着家居服，这些私密的画面要是被不当获取，那得多让人不放心啊！更有甚者，还可能利用这些获取到的面部信息去做一些不合规的事情，比如冒用身份进行某些操作，让您可能蒙受损失。新闻里不是没报道过，有人因为下载了一个来源不明的软件，结果信息被不当使用。所以这事儿往小了说是带来困扰，往大了说关系到咱们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那么咱们怎么才能知道手机有没有在后台进行这类操作呢？其实手机设计者们也考虑到了用户对隐私的关切，所以给咱们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器，只不过很多人平时没留意。您现在就可以看看手机屏幕的最顶端，就是显示时间、电量和信号的那一条，专业点叫状态栏。当您正常使用相机拍照或者进行语音通话时，请注意看状态栏的右上角或左上角，不同手机位置略有不同，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非常小的圆点？这个点通常是绿色或者橙色的。您可千万记住了，这个小点点就是咱们手机的全线使用提示灯。如果您看到屏幕上亮起了一个绿色的小圆点，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您手机的摄像头正在被调用，正在摄取画面。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橙色的小圆点，那就代表您手机的麦克风正在被调用，正在录制声音。这个设计本来是善意的，是为了让咱们在正常视频通话时知道摄像头开着呢。但关键在于，如果您明明没有进行任何需要用到摄像头或麦克风的操作，比如您只是在安静的看书、浏览网页，甚至手机就静静地放在桌上，
这个绿色或橙色的小点却突然亮起来了，那您就需要留意一下，这可能意味着有某个应用程序正在调用您的摄像头或麦克风。这时候您该怎么办？别慌，您立刻用手指从屏幕顶端向下滑动，打开手机的通知中心或控制中心。现在大部分智能手机都会在这里明确地显示到底是哪个应用正在使用摄像头或麦克风。一旦发现某个应用在您不需要时调用这些权限，您可以自行判断。我的建议是，如果您不认识它，或者它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软件，那就谨慎对待，可以考虑卸载掉。这种软件留在手机里可能带来风险。当然了，张明远也明白，咱们的手机里有很多软件是日常离不开的，比如微信要聊天，支付软件要付款，地图要导航，咱们不可能完全不使用它们。那怎么才能既享受便利，又保护隐私呢？这就需要咱们主动管理，给手机里的各种软件设置合理的权限。这就好比咱们的家，不能谁想进就进，得装上安全门，把钥匙攥在自己手里。接下来，我就教您设置几个关键的安全选项。您别怕麻烦，跟着我的步骤来。不管您用的是苹果手机，还是华为、小米、OPPO、vivo 这些安卓手机，原理都是相通的，只是菜单名字稍有不同。您耐心找找，肯定能找到。首先，咱们要找到手机的设置中心，请您在手机桌面上找到一个像齿轮一样的图标，它的名字就叫设置。点开它，里面选项很多，您别着急，慢慢往下滑动屏幕，找到一个叫隐私或者隐私保护的选项。有些手机也可能把它叫做权限管理、应用权限或者安全与隐私，意思都差不多。您认准隐私或权限这两个关键词点进去就行。进去之后，您会看到一个权限管理的列表，里面罗列了所有敏感的权限，比如位置信息、通讯录、短信等等。咱们今天要先管理好摄像头和麦克风，所以先点开相机权限。点开之后，您可能会发现列表里有很多软件都申请了使用摄像头的权限，甚至一些可能用不上摄像头的软件，比如计算器、手电筒、天气预报、读书软件也在名单里。您说，一个计算器，它通常需要摄像头干什么？所以，对于这类软件申请摄像头权限，咱们需要谨慎对待，请您一个一个的审视这些软件。对于那些确实需要用到摄像头的软件，比如微信用来视频通话和扫一扫，支付宝扫码支付，咱们不能完全禁止，否则会影响正常使用。但是，咱们最好不要给他们始终允许的权限。什么叫始终允许？就是说，哪怕您没有打开这个软件，甚至手机在锁屏待机状态下，它也可能调用摄像头。这权限范围很广，合适的做法是将权限修改为仅在使用期间允许或使用时允许。这意味着，只有当您主动点开这个软件，并且正在使用它的相关功能时，摄像头才会被启动。一旦您退出软件或者锁屏，它的权限通常会被限制，这样就更加安全。而对于那些可能不需要摄像头的软件，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计算器、手电筒、纯阅读软件、音乐软件等等，您可以根据需要直接选择禁止或拒绝。如果以后它弹出窗口再向您申请，您也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您想想，我看个电子书，它通常需要调用摄像头吗？这需要咱们自己判断。设置好了摄像头，咱们退回上一步，再点开麦克风权限。同样，您会看到很多软件申请了麦克风权限。处理原则和摄像头类似，对于微信这类需要发送语音消息的软件，可以设置为仅在使用期间允许。对于那些可能不需要听您说话的软件，比如某些游戏、壁纸软件、工具类应用，可以考虑设置为禁止。把相机和麦克风这两项关键权限管理好，您就相当于对手机的敏感权限有了更明确的控制。那些不规范的操作想要在后台进行，难度就增加了。除了这两项核心设置，张明远再教您几招加强保护的方法，同样非常重要。第三项要检查的是位置信息，也就是常说的定位服务。您有没有感觉手机好像知道您去哪儿了？您上午刚去了一趟超市，下午手机就可能给您推荐相关商品信息。您路过一个商圈，可能很快就接到附近店铺的信息。这就是因为您的位置信息可能被用于个性化服务。同样在隐私或权限管理页面，找到位置信息点进去，您会发现很多软件都请求获取您的位置。这意味着，如果您允许，它可能随时知道您的位置，这关乎行踪隐私。所以，除了地图导航、打车、外卖这类必须实时定位的软件，我们可以酌情设置为使用期间允许。其他绝大多数软件，尤其是那些新闻资讯、
娱乐视频、工具类软件可以考虑直接设置为静止，特别是相机软件本身的位置权限，我建议您留意，因为当这个权限打开时，您用手机拍下的照片可能会记录下拍摄地点的信息。如果您把这样的原图分享出去，理论上可能暴露您的位置信息，关掉它可以让照片不附带位置信息。第4项是一个很多人忽略但重要的权限，剪贴板读取。这名字听着有点技术感，我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剪贴板？就是当您复制一段文字、一个电话号码、一条短信验证码或者一个网页链接时，这些内容会暂时存放在手机的一个临时区域里，这个区域就叫剪贴板。很多软件，特别是那些设计不规范的，有一个习惯，每当您打开它，它可能会自动去读取您剪贴板里刚刚复制的内容。如果您刚才复制的是某个商品的分享信息，它立马给您弹出相关页面，这还算一种便捷。可如果您刚复制完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码或者重要的登录验证码，然后随手点开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如果读取了您的剪贴板，那您的这些重要信息就可能被获取，带来安全风险。所以我们必须留意它。现在主流的手机系统都在隐私设置里增加了剪贴板读取提醒或管理功能，您可以在隐私设置里仔细找找剪贴板或剪贴板相关选项，建议您将其设置为询问或智能允许。这样，当一个软件试图读取剪贴板时，手机会弹窗询问您是否同意。只有当您确认是自己要粘贴内容时，才点允许。如果是非必要的读取请求，可以拒绝。通过以上这4步操作，管理好相机、麦克风、位置信息和剪贴板，咱们基本上就对手机隐私保护常见的几个方面有了更好的控制。当然，除了这些设置，咱们平日里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得注意，养成好习惯才能防患于未然。张明远给您提几个小建议。一，软件要从正规渠道下载，特别是那些在浏览网页时突然弹出来的，说什么手机内存严重不足，立即清理，或者发现风险，请立即处理。还有那些打着看片神器、走路赚钱、刷视频赚钱旗号的软件，这些软件很多都可能存在问题，他们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搜集用户信息。下载软件一定要认准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比如苹果的 App Store、华为的应用市场、小米的应用商店等等，这里面的软件经过平台审核，比来路不明的网站下载要可靠。第二，面对软件权限请求，要理性判断。安装新软件时，它会弹出一堆权限申请，您要心里有数，这个软件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功能。比如，一个简单的图片编辑软件，它通常需要麦克风权限吗？一个单机小游戏，它通常需要您的通讯录吗？对于这些明显不必要的请求，可以点禁止。如果这个软件因为您不给某个非必要权限就无法使用，那您可以考虑换个同类软件，选择很多，没必要勉强使用。第三，给您推荐一个最直接的物理方法，给摄像头贴上贴纸。如果您觉得上面这些设置太繁琐，或者心里还是不踏实，那就去买点那种小小的不透明圆形贴纸，或者用一小块胶布把手机前置摄像头贴上，需要视频通话或者自拍时再临时揭开。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效果是直接的。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如果有内置摄像头，如果很少用，也可以贴上，电脑同样需要注意安全。第四，聊重要话题时，留意手机位置。既然我们知道手机有被调用麦克风的可能，那咱们就得有意识，当您要和家人商量重要的家庭事务，比如财务安排，或者谈论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时，最好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到稍远的地方，或者确保它不在近距离范围内。这不是过度担心，这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自我保护。科技越发达，咱们越要懂得为自己保留一份清静。科技的发展确实让生活方便了太多，动动手指就能获取信息，办理事务，但它也带来一些新的考量，在便利的背后需要关注隐私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智能设备时，更需要留意这些方面。经常有朋友跟我说，我这手机怎么好像知道我想什么？其实啊，很多时候是咱们的使用习惯和授权方式，让它更容易推荐相关内容。今天咱们把这些选项一个个调整好，把不必要的权限管理起来，不仅仅是为了让手机使用更舒心，减少无关信息，更重要的是在保护自己个人信息的边界。家是咱们最放松的港湾，手机是咱们常用的工具，要确保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不越界。希望大家看完视频后，别光在心里说知道了，手指一滑就过去了，请您一定抽出一点时间，对照视频亲手设置一遍。
如果记不住步骤，可以收藏视频或者暂停跟着一步步操作，也可以把视频转发给您的家人，让他们帮忙看看。年轻人通常更熟悉操作，这也是在帮全家人加强安全意识，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经常玩手机的，更要设置好，防止无意中泄露信息。咱们都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完全断开网络不现实，但可以学着做一个明白的、有意识的网络使用者。这就是我创办岁月安心站的初心，用我了解的知识和信息，帮朋友们看清问题，注意方法，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实在有用，请帮我点个赞，点个关注，再把视频分享给您关心的人，咱们一起行动起来，把那些需要注意的提示点管理好。保护隐私就是保护咱们的安宁和平安。如果在设置中遇到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量抽时间查看，尽我所能为您解答。这里不仅是分享知识的频道，更希望成为大家互帮互助的温馨小站。感谢您的耐心收看，我是张明远，祝您和家人生活舒心，平安顺意。咱们下期再见。